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全球最大条的一条新闻哦，瓦格纳的首领普里格金传出身亡的消息哦。那昨天他是这个坠机的画面，97秒的画面也在网络上面流出来。我们来看这个画面哦，这个97秒的失事片哦，其实他们就是拍摄到一架私人飞机在这个特维尔州坠落，那机上其实有10个人哦。无人生还，普里格金也在这架飞机的名单当中，乘客名单当中。那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媒体《生意人报》，他就引述普里格金的手机哦，就在坠机的现场旁边一具遗体旁边哦，给发现了。但是现在到底这一具遗体是不是普里格金，还没有办法获得确认哦，因为现在阴谋论已经这个传遍这个各式各样的版本非常的多。有人讲说，会不会只是一个就是假的这个普里格金呢？就其实他真的人并没有在这个飞机上面。现在反正传闻非常的多。那我们看瓦格纳集团呢，他们这个几乎所有的高层领导都在这个机子上头啊，还包含了2当家以及多名的心腹，还有集团的高层干部几乎都被团灭了。所以英国的媒体天空新闻他们讲说，圣彼得堡的瓦格纳中心的大楼啊，亮起了一个十字架。那他们的电报指出说，这个他们的电报频道啦，灰色地带发文讲说，普里格金被俄罗斯的叛徒杀害了，所以证实普里格金已经身亡的消息。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普里格金哦，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其实普京当时他人正在观赏音乐会哦，然后消息一传出之后，他赶快就从库尔斯克返回了莫斯科。那克公是讲说普京已经得知了，所以要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那俄罗斯的联邦航空的运输署也说要开始调查这相关的坠机事件。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事件哦，各说各话，众说纷纭哦。这个拜登的讲法，他觉得可能幕后是普京。好，我们来听听。I don't know for a fact what happened, but I'm not surprised. Do you believe? There's not much that happens when Russia and Putin not behind, but I don't know enough to know the answer. I've been working out for the last hour and a half. 对，有些人是质疑这个讲法，讲说，美国之前在北溪的时候啊，也是都跳出来讲说就是俄罗斯做的，所以感觉上面大家对于说美国出来指控俄罗斯会存有一个疑虑。那我们看看有疑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有些人讲说，那如果既然要做掉这个普里格金的话，为什么不当初在这个军舰的时候？因为他们当初也就是一列车辆吧，就是一行车辆浩浩荡荡的要往这个莫斯科去哦，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动手呢？再来，他们说，之前也有传出普里格金是不是被美国收编呐？所以他们就早早掌握到这个起义的相关消息，就觉得是美国的阴谋哦。那但是另一方面，有人在讲说，这个普里格金的一些传言在微博上面有人在猜测有3种可能性，他们认为第一种是美国暗杀，第2种是俄罗斯的国防人员暗杀，第3种是普里格金可能玩了一手这个暗度陈仓、金蝉脱壳之计哦。毕竟他是一代枭雄，玩一点手段也是有可能性的。就像他当时那个军舰，很多人也是看不太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变成这一件事情让大家感觉更扑朔迷离一点。那传闻2是说普里格金确认在坠机中遇难。那如果真的是阴谋的话，到底普里格金的死谁才是最大的获利者人家说可能是美国还有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因为正常的推理是说美国提供情报，乌克兰的无人机要发动袭击，目的是要搞死普京，搞死这个俄罗斯那现在看起来普里格金出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也会联动到现在乌克兰马上要大反攻？所以这个对于他们大反攻来说，可能也会更加的有利。所以我们看这个坠机的疑点重重，又有更多媒体细节的报道，但是版本很多。我们来看看有些人讲说，有些媒体讲这个上面残骸上面好像有弹孔，可能是防空导弹有关这是俄罗斯的一个电台的报道，他说应该是被炸毁的。那还有另外俄罗斯的一个网络媒体讲说，有目击者发现这个在坠机前发生了2次的爆炸而且出现了多个疑似弹孔，可能跟这个防空导弹有关，甚至还有人讲说有看到什么2枚 S-300的导弹击落，但是现在目前也很难证实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人讲说是不是有一箱这个酒在起飞之前被搬了上去，说什么葡萄酒就搬上去，那可能是一箱炸弹。所以反正现在说法很多，众说纷纭。那我们看这个人家讲这个飞机
他过去的事情呢，就是这个记录来说的话，其实非常的良好哦。那第一次这个使用了20年来第一次的事故，就是出现在这一次普里格金的这个坠机哦。所以照理来说，不是以前就记录不良，或者是说飞机有什么故障，看起来好像导向是不是有阴谋或是有人为的方向，来思考。来，我们来先问一下介老师。这个好，反正我觉得真相是查不出来的，哎，到时候就是罗生门呐、各说各话。不会有真相，那就各方推断啦，好多人这个我看写了长篇大论说九个可能性，8个可能性，还有将来有10个可能性啊。不过我自己看法，我倒觉得就是说，俄罗斯如果让一架飞机，民用飞机在自己的经济重地被别的外国的力量把它击落的话，那俄罗斯这个国家整个国防安全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飞机是从莫斯科要飞到这个叫斯大林格勒嘛，是吧？还是圣彼得堡啊？圣彼得堡那是旧名了，到圣彼得堡，那在国内航线而且它出了莫斯科没多久，15分钟就下来了，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外部力量如果能够进在那个时候让一架俄罗斯的飞机，而且载了那么重要的人就被击落的话，我觉得我是比较存疑啦如果是真的话，那普丁要详查了，这个国家安全到底在哪里，对不对？那而且应该也很好查出来到底是谁下的手。那这个飞机最后有人说它是垂直降下来的。对，而且它中间呢出事之前它都是很平稳的飞机，突然就这样往下掉。那一般如果机件故障的话，它应该会有一个挣扎滑翔期那试图要控制的期，它很奇怪就砰掉下来，就像我们刚刚影片看到的那样子，97秒这样子坠落，就这样掉下来了。当然有人说这个还有一架飞机跟在后面也是同行的，立刻就飞回莫斯科了。人家说那个普里格金是在那架飞机里面，所以就有这个所谓的这种阴谋说，阴谋说。不过我是觉得啦，就是说其实这个是24号嘛那普里格金的兵变是6月24号，7月24号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金那时候俄罗斯的有几个高级的将领都失踪了或者被捕了。那后来可能都是认为都是在普里格金在政变的当时知情的俄方军官，所以这件事情，普里格金事实上他当时有这么大的这个魄力那个动作他如果没有内部的一个内应，现在也不太可能。所以呢，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虽然他后来跟这个普丁之间很快就和解了，普京也安排他到白俄罗斯去可是这里面我觉得暴露出来俄罗斯军方内部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一个俄罗斯的领袖他会视而不见或不去处理的。所以1个月之后，这个军方高级将领很多部分是亲这个比较同情普里格金的都不是失踪就是被捕。那在这个月他又突然这个不是普里格金一个人被出事是团灭那所有的重要的首脑都在这架飞机上一次全部挂掉。对，那基本上就是对瓦格纳这个集团的一次沉重的打击嘛。那是不是要把瓦格纳的这个集团从头把它瓦解掉？看起来是有可能，因为我觉得瓦格纳到了这个白俄罗斯以后立刻造成白俄罗斯两个国家跟立陶宛跟波兰的严重紧张。那你会觉得，那这个是不是符合普丁的战略？普丁事实上已经在整个东线上，他已经反攻为守了。乌克兰现在是反攻的机会那你去打这个乌克兰这个波兰跟这个立陶宛，你要知道这跟乌克兰不一样，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那个波兰跟这个立陶宛都是北约的成员国，你要跟他们发生武力冲突，就是跟北约正式兵戎相见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另外一方面，非洲最近也发生一些事情，非洲好几个国家兵变，那么兵变以后好像都有瓦格纳的影子在。你知道非洲整个集团在俄乌战争中，大部分都没有站在乌克兰那边都比较站在俄罗斯这边
所以这2件事发生，如果跟瓦格纳有关的话，对普丁并不利。我就讲到这里，我也不晓得谁下的手这样子。好，我们来问李老师。对，我还非常同意大师的一个评估啦。我觉得这件事最后可能就是成为罗生门啊，永远不会有真相啊。因为按照道理，其实应该俄罗斯也启动啊，什么联邦的什么运输的调查委员会，一般国家应该都会这样做，然后去看所谓的黑盒子，再看一些记录。然后做判断，好，但是因为它是发生在俄罗斯，而且上面所谓的团灭又是这么具有争议性的人物，照道理讲，可能普丁会把它视为是芒刺在背，啊，所以到底会不会有真正的真相，不得而知。所以目前有好多种不同的揣测啊，有人说是可能是地面 S-300啊防空飞弹击落啊，也有人说可能是在飞机上被安装了什么什么装置，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按照理论上的确有不同的可能性，我会比较倾向于说哈。也许克里姆林宫，也许可能是幕后的黑手，这个可能性还是不能排除。因为普里格金他的确很争议了，他跟普丁其实一开始是有私交的，对，但是他恃才傲物，而且依赖战功，对不对？所以对于俄罗斯在攻打入侵乌克兰的战争里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到好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普里格金，他不只是对于战争俄罗斯的这个战略指指点点，他甚至对于人事安排，也不假辞色的批评，其实这些都犯了一些所谓的大忌。那我觉得静音还是在巴赫穆特战役上，啊，因为那是个绞肉机。那这个瓦格纳的这个部队是在前锋前线，所以我们应该还有印象，这个普里格金还有这个瓦格纳的军事指挥官在第一线，常常发出一些抱怨跟批判。他说：“弹尽援绝，你承诺的后勤补给在哪里？把目标指向俄罗斯的将领。”甚至还讲说，奇怪，你攻击对象是我们自己的人，你到底想怎么做？所以这里面就显现说，其实瓦格纳跟俄罗斯军方他的这个矛盾其实在扩大当中因为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普丁尾大不掉的一个军事上的势力，就是芒刺在背。所以6月23、6月24的所谓的兵谏或是兵变，我觉得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我会看到在镜头里面，瓦格纳号称2-3万人。其实可能不到1万人，他是长驱直入，要往莫斯科挥兵前进。对，这时候可以看到普丁的弱点感觉上大后方是没有很足够的一个防卫的力量，再加上刚才所提到的，他还牵引到俄军里面的一些将领对瓦格纳的一些态度，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不太相信普丁会不计前嫌，完全不采取报复行动，这是第一种最有可能的。第二种就是有些阴谋论讲的。是不是金蝉脱壳呢？自导自演呢？还是他是跟俄罗斯官方合演一出，就让这个普里格金还有瓦格纳的领导者很正式的消失在公共荧幕之前？这不得而知。那第三点就是其他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低。但不管如何这次的事件就的确像刚才兹卡所提到的，在整个俄乌战争里面，它跟北溪1号、北溪2号的去年9月被破坏。2个最大的罗生门，我觉得以后也不见得会有真正真相水落这个石出，我比较悲观。可能要等贺时来分析一下，刚刚有没有新的真相出来？我们来问一下委员。对，这对于普丁来讲，这就是个叛徒嘛，而且是个危险的叛徒，因为他的确是有军队，他底下是的确有武装部队跟着他的，所以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啊。那普丁是什么出身的？我们当然了解，他是 KGB 啊，所以他对做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他应该是很熟悉的啦。金蝉脱壳，我觉得不可能吧。对普丁来讲，就是要永绝后患那你说这里面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国家动了手？譬如像乌克兰啊，乌克兰有飞弹可以从乌克兰的土地或边境可以打这么远，打得中这架飞机吗？我是怀疑的。那他说用 S-300打了打2枚，我有点怀疑。打这种飞机 S-300的最早的设计是准备要打弹道飞弹的，说打你这种飞机，速度又不是很快的飞机，3、2下把你打下来了，就搞不好就一发打掉。但怎么样把它这个引发这个事故，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也可能真的是炸弹。你刚刚讲说拿一箱红酒上去啊，对，这看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啦，要地面上发射这个飞弹去把它击落，这一定会留痕迹的。美国的人造卫星是严密的监控这个俄国。你说你如果真的用飞弹打，你地面上
看不到，空中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我想他不会用这么粗鲁的手段去对付他了。但对于普丁来讲嘛，他不能两面作战嘛，前线要打仗，我内部又有一只大老虎，对不对？随时可能都要了我的命，我干脆把它除掉啊。所以这个也很合乎俄国人的风格了，尤其是普丁的风格。所以下手也是够狠的哦，直接团灭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金砖峰会哦，这个盛大的举行啊，那其实现在世界各国也在看说，哇，现在金砖国家的崛起哦。那特别我们来锁定一下哦，这个昨天习近平提到的话，他说金砖国家不做别国的附庸，那也支持现在金砖的扩员。他说啊，金砖国家是要塑造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哦，一直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宣导者、践行者，还有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面不拿原则做交易哦，也不屈服外部的压力，不做别国的附庸啊。那指的就是这个西方国家一直在主导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哦。那普京虽然没有去参加，但透过视讯哦，也提到说金砖国家赞成国际法基础上面建立多极世界的秩序哦，包含了国家联合反对霸权以及新殖民主义的一个权利，那呼吁说要扩大本币的结算，就是去美元化啦。印度呢，因为这个金砖5国来说的话，除了这个南非是主办国，其他的这个几个总统也都有发表非常重要的一个宣言。那莫迪是讲说，在会上啊，表态完全支持金砖国家的扩员。那鲁拉更是讲说，支持去美元化，还表达力挺的态度，希望跟这个欧盟和美国接下来可以平起平坐。那我们看习近平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峰会里面，也有见许多这个有意要加入的国家的一个领导人啊，比方说像孟加拉、古巴、塞内加尔、伊索比亚还有哥斯达黎加他就提倡说这个金砖5国反对脱钩以及经济上的胁迫。那另外他也讲。就是不能把家法帮规变成包装成像是国际规则一样啊，不能谁的胳膊粗嗓门大就说了算哦，更不能拉帮结伙把自己的家法帮规当成国际规则，就在暗讽美国好像就是在做这样的什么事情都是美国说了算，什么结果都是对于美国比较有利哦，它不是出于一个国际秩序的一个出发点，好像是比较基于美国利益的一个这个出发点。那但是美国当然听不下去啊，美国的媒体就开始猛力唱衰啊，就讲说巴西跟这个印度态度是很质疑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人家印度是说会上表达完全支持但是他们可以用他们的强势媒体不断的在讲说，没有很多里面有一些杂音就是说这个巴西跟什么印度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乐意，其他国家也不愿意接纳什么伊朗跟古巴这些新成员就要挑起内部的一些矛盾，甚至还有露出这样的一段影片就你看这个法广他们讲说习近平看起来好像步履蹒跚，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其实习近平是缓步的走进会场里面，后头就是有人急匆匆的关上了门然后他的随扈就被关在外头。那习近平想说后面一阵骚动是怎么回事，还回头看了几回就是这样的影片也特别透过像是 BBC 这样的一些西方媒体来做一些传播，然后他们讲说又讲习近平什么步履蹒跚啦，其实他就是不是都一直这样子慢慢走吗？但是在美国或者是西方媒体眼中，就是要把它渲染一下说好像哪里不对劲了。我们看到今天自由时报同样也在那边好像讲说下这类的标题，就是说好像怀疑习近平健康什么样出问题都开始这样的这个文章或是报道，想要盖过这个金砖这种好像扩容的报道那我们再来看New Talk， 就是我们心头壳讲说习近平这个晃神的影像，就刚刚这一个他们一下说晃神，一下说步履蹒跚，就让大家感觉好像就前一阵子就俄乌战争之后呢不断的就普京就是罹癌了大概数十遍吧，就是有那种感觉啦，就是一直不断的唱衰，然后就普京出来又没事那种感受那在这个金砖峰会其实22号的这个工商论坛的时候，习近平是缺席，让王文涛出来念了一下这个发言然后开
开始西方国家在那边讲说，怎么意外缺席呀，怎么会怎么没有出现呢？然后反正就开始在那边讲说，就中国跟俄罗斯两个没有出现，就开始要渲染这样的一个论调哦。那问到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是拒绝说明，然后就说这不是已经回答过，所以感觉起来这个西方好像也在进行一个媒体战或是认知作战啦。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是不是跟这个世界也开始有点脱节的感觉哦？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媒体的报道，他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齐聚之际结果华盛顿感觉好像在方向盘前面打瞌睡嘛，因为这一次这个金砖国家领导人都齐聚南非，但是美国几乎是一言不发的在旁观所以美国的智库学者就认为，这个金砖国家对于世界多极化有重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应该要重视这个事件的这个转变应该要认真的对待他们提出来的一些议题。那我们看这个拜登接下来也要去到这个G20嘛，9月7号到10号的时候要去印度参加G20，但是东协峰会他就不去了。那所以有些人就开始质疑了，哎呀，你去年才在讲说美国对于这个东协国家的支持今年马上就开始又按下了暂停键了嘛，就又派成贺锦丽去印尼那是不是代表美国认为东协的利用价值有限，所以就随意对待？那去到G20的时候，又是这个又冲着中国大陆讲说，哎呀，要拨6兆的贷款，那对抗的是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看起来好像处处都是要针对着中国大陆来设置一些他们的一些动作，或者是国际外交上面的一些步调。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对，现在其实金砖这一次它所以成这么大的气候，有这么聚焦的一个议题就去美元化，然后呢扩大自己的阵容往这个多元多极化的世界走这个其实真正最大的动力是来自美国跟西方国家，尤其在俄乌战争以后给所有非西方国家成员的一种不安全感跟受威胁感所造成的。不安全感从哪里来？就是说大家都有很多美元资产，对不对？存放在世界各地。很多开发中国家虽然是属于开发中国家，可是它的资产很多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它这个美元到处放在，不管是动产和不动产，它不会都不会放在自己国家的，对。那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SWIFT 本来是一个国际公器，它是国际贸易上的一个交换的机制，结果你被拿来当武器。拿来当武器的话，以后人家就说，哇，那美国不能得罪因为美国得罪 SWIFT 也不是我的了，那我贸易就停摆了那另外一方面，我的美元资产你可以没收，你可以随便的就决定说这个是你的还是我的，明明是我的，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这些动力都是来自俄乌战争以后突然非常强的动力，让金砖这次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所以金砖的成功，其实美国是个推手，最大的推手就是美国而且俄乌战争是最大的推手，就从这里面。所以过去你有听说过大家一起合作起来把美元搞垮吗？没有嘛，对不对？就是俄乌战争以后俄罗斯一个国家造得起风潮吗？那是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大家都起了一种怎么样恐惧之心嘛。对，所以美国今天他们在这边，可是我看西方媒体的报道比如说他们说 Warren Buffett 讲，他说美元怎么可能撼动得了？那还不晓得多少年以后的事呢。然后呢，西方媒体不再认真的检讨现在他们所造成自己给带来自己的一个危机也就是全球南方的崛起，跟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削弱这个美国跟西方现在主导的国际秩序，跟很多国际的现实的实践，他要把它推翻。那美国都没有在这方面，整个媒体都没有，他们在干嘛？就在找毛病。哎呀，习近平怎么没有出来？哇，全西方媒体在做这个题目对。然后呢，就说哎呀，这个去真正检讨为什么这些全球南方国家要检讨美元的地位呢？都没有去。这就要想起来这个叫大清末年的现象。大清末年1842年江宁条约就南京条约签完以后，你知道满朝文武说什么？跟皇帝讲什么？小屈之后必有大伸。这小毛这个显见之极。这一关过去大伸，你就哇宏图大展。你知道八国联军之后，这个慈禧太后回銮北京哇，那简直是八国联军是被中国打败的一样。慈禧回銮还要算几点几分几秒要到达那个火车站，全部看什么？看风水。然后大清又怎么样？慈禧太后回銮北京以后，
哇，又变成世界第一强国了。这个就有点像美国西方现在这个现象，其实他们现在是一个危机，美元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么好，西方主导的这些好国际秩序啊，现在啊这些啊全球南方国家现在就在团结啊，就是要来怎么样来挑战。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拐点，这一次的峰会啊，尤其金砖峰会是一个拐点，扩员就表示力量增加，然后啊聚焦非常具体的议题哈，也是怎么样团结，所以既扩张力量又团结，这个组织将来真的就是世界上我觉得新的国际秩序哈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啊。刚刚有一个确定的扩员的消息出来了，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说这次扩员呢，现在彭博社的彭博新闻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说，金砖国家现在准备邀请沙烏地阿拉伯跟埃及加入金砖啊，这是来自巴西新闻网根据峰会的草案文件显示呢，金砖5国在22号的晚上就已经讨论了这个集团的扩员问题，然后宣布另外5个新的成员国分别为沙烏地阿拉伯、阿根廷、伊朗，然后还有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埃及，所以现在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扩员确定有5个国家的加入了。接着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对，我觉得对北京来说，哈，像是金砖国家这样的机构，还有包括像上合组织，非常的关键啊，因为它可以借用这些机制，能够去扩展它的影响力，还有巩固它的一个区域跟全球领导地位。那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北京在这2个机制里面，尤其是金砖跟上合组织的影响力也是在扩大当中。那我觉得有个迹象了，就是说，我们看看习近平从上任之后，他出访的多边机构，其实像上合组织跟金砖，几乎是每一不语，几乎都去领导人峰会，除了前几年这个疫情这个另当别论之外，所以可显见北京的重视。那么金砖国家其实我也很同意，它的发展是这几年比较快速，因为这个名词是20年前左右高盛集团所提出的一个概念，然后它慢慢开始发展。一开始当然是金砖4国，那2009年之后有所谓的领导人峰会这样的机制，今年这一次是第15届，然后2010年从金砖4国变5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南非加进来了，然后2015年之后有所谓的金砖银行，所以它是一步步在往前迈进。那今年这次当然是前几天是南非的约翰尼斯堡峰会，所以南非是主导国家、主办国，所以讨论议题很多啊，包括全球治理啦、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啦。贷款啦，还有一些像疫情啦，或者是说刚才所提到的这金砖国家货币，但是大家最关键的还是金砖国家的扩大议题。老实说，在金砖成员5国里面，最希望能够扩大的应该是北京跟莫斯科。那印度跟巴西基本上也持不反对的立场，这是一个确认。而且早在这一次的新闻之前，其实这几年包括像是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甚至包括像是阿根廷等等，还有刚才所讲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已经表达出加入的高度的兴趣跟意愿，而且沙烏地阿拉伯在今年还讨论过，他要加入是金砖银行，来做一些谈判跟所谓的准备。那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到底可不可以把金砖国家这个集团视为跟西方国家分庭抗礼？我觉得可能言之过早，因为它的特色是开发中国家多元化，不是那么西方。但是里面的国家未必会把它视为是个跟西方对抗或是分庭抗礼的一个集团，比如说印度最明显。好，来问一下委员。这样，因为表面上来看哦，这金砖5国了，不要讲现在加入的国家，它的 GDP 占全世界大概31.5%，然后呢 G7 呢大概只有占了大概30.7%，而且预计到大概是2030年哦。这个金砖5国的 GDP 大概会占到50%。那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你知道，这个我们讲这个影响力科技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高。不管军事，不管是商业贸易这些层面。那你看 G7， 大概就代表全世界基本上科技最近进步的国家，比如像美国、像西欧、像日本。那金砖5国基本上在高科技上面还是相当程度的依赖 G7 这些国家。所以这是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在国际政治上美元它的意义是包含很多意义，就你在军事上对人家的依赖，外交上对人家的依赖等等。那讲实话，全世界都依赖美国美国在全世界80个国家里面，大概有将近700个
美国的海外的军事基地啊。所以很多的国家它会继续用美元的原因，是它对美国有依赖。这个依赖呢，未必完全是在经贸层面，有时在国家安全、军事的这些层面，有些是在高科技的层面。这些东西是金砖5国没有办法跟 G7， 尤其是要跟这个美国来分庭抗礼的。而刚刚他们2位讲的都很重要，一个就是印度的态度。印度这个国家是非常现实。而且呢，非常的或讲务实了。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战略专家林玉芳。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洲。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要组抗中的联盟，他再宣布这个159亿要对台的军售预估呢就是 F-16战机这个红外线搜寻追踪系统要来卖给我们。那外交部就立刻感谢说美国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还有6项保证落实对于台湾的安全承诺。国防部提到是要大幅来提升我们空中作战的效能所以这样的一个国防预算113年要编到6068亿元，也算是这个蔡政府8年以来国防预算现在已经整体来说成长了38%很多人在质疑说，这个会不会编太多了？可是我们看绿营党团就讲呢，这个预算代表国家捍卫国土的决心那甚至黄崇彦也出来说了，他讲说，又不是只有我们，日本、韩国、菲律宾的国防预算也都创新高啊，难道这也都是挑衅吗？还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9·2共识那等于说他这句话也算是说了一句大实话啦，因为我们都在这个算是第一岛链所以你要站队抗中大联盟，美国的抗中大联盟包含了我们台湾就是要站队在其中，通通国防预算都要增加呀，所以这就是不是美国要求我们的呢？那再来看一下823战役的65周年，现在蔡英文重申要落实国防改革来推动国防自主，他说要维护和平就是要先强大自己所以他要提升国防的战力跟韧性。那看起来就是要备战的那种状态吧，但是我们在外交上头因为面对到这个日本核污水今天要开始排放到这个大海里头持续30年，首波排放大概要持续17天，大概有7800吨的这个核处理水将会排入大海当中。那东京电力公司讲大概可能要这个排到2051年才会全数的排放完毕那是2021年的预估，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比方2023现在开始排的话，就是大概2053年。那这样子核污水的排放也会冲击到日韩的新友谊因为我们看看这个韩国这边的民间已经开始持续性的有一些反对甚至是上街头抗议那日韩其实最近才刚开始重新建立了这个新友谊又再度变得更复杂，所以看起来韩国这边不吃这一套之外呢，我们气象局也预估大概1到2年左右，我们台湾附近全部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核污水出现，所以现在开始很多民众有点担心跟紧张，就想说是不是要赶快去买盐就是如果喜欢吃海盐的人也会担心，像韩国就已经有那种抢购海盐潮，价格都已经飙了好几倍那台湾最近开始也有一些人在买盐，那我们看我们绿营的讲法，他说会严密的监控保证安全可是我们每次听完绿营这种保证我们都有点害怕，就像是要吃莱猪他就说那些保证安全，这又把它跟你讲说是美猪那我们现在那个浮水也要来到台湾附近了，所以我们好像都不吭声人家韩国在这个民众上街抗议那日本呢，他们其实自己福岛的渔民也很生气就觉得说我们是上了政府的当，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些等于说产品的外销甚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形象日本他们自己本身也抗议那大陆更是宣布说全面暂停进口日本的水产品可是对比台湾好像是比较没有声音，只告诉你说我们会监控保证安全这样子。再来我们看一下台海的危机一触即发这个现在解放军的炮兵
有宣布说这个今明福建沿海也会进行一些实弹的演训。学者解读说，刻意选在823来宣布这个福州近海连续2天的炮击这个政治意味可以解读得出来那我们亮哥讲的，他说这个大陆在发新闻稿4个小时之后就直接开始军演了，无宣布时间范围，凸显的就是随时能打。那日本的媒体也讲说，这个政府警告朝鲜的导弹恐怕也会飞向日本，所以呢，现在这个冲绳县的居民也感受到这种兵凶战危的氛围因为呢，这如果在亚洲地区最危险2个地方，恐怕就是这个美国智库讲的2线战争东北亚跟这个台海会是最危险的2个区域因为美国的盟友他们讲说，大概未来10年东北亚2线战争要为这个核袭击做好准备，挑明就是中国大陆跟北韩可能会随时发生这个冲突，甚至呢这2个对手都会把战争升级到核攻击，所以他们觉得说这是最大的2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他们说还有17项的科技方案可以加强保卫台湾，那也会让这个中国大陆的战机损失暴增70%有这么厉害。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网传这个大陆的核潜舰好像出事了，结果人家在那边讲说好像是乌龙传闻嘛，但是发现到美军的 WC-135的核侦察机竟然在南海这边现踪感觉上面好像是要一探究竟嘛。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委员，先讲这个核污染的问题了其实是非常奇怪2件事。第一件事，日本政府有没有正式跟全世界道歉？特别跟他的邻居亚洲邻居道歉，其实我没听到。或许有讲，我真的没有听到。因为日本是一个不太喜欢道歉的民族。譬如说，他侵略中国、侵略亚洲这么多地方，在2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人讲到中国是进出我们的军队进去了又出来了，就这样，他就不愿意承认。那就是侵略，那就是对别人的国家的造成的重大伤害，这个是很奇怪的。因为讲台湾是很奇怪的，日本的这个核污染的这个水要排到大海里面去，我们的政府这些官员有没有出来表示日本这种做法遗憾？而且有没有告诉百姓说，我们大家还是要想办法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没有。你看韩国。他们政府现在在美国的这种协调之下，当然对日本现在关系大有改善了可是你看他们的一般的这个韩国人示威抗议的还是非常多，对日本这样一个做法。可是我们的执政党悄悄的一句话都没有讲，就是在纵容日本做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日本的错误，日本的金权的挂钩非常的厉害。这个福岛这个核电厂是属于私人的那这个东电这个核电厂，他们跟自民党的关系跟可能包括其他在野党关系、政治的关系都非常的好。当时很多专家都告诉他们，你的核子反应炉会出问题，所以你这个不要让它溶解，赶快把海水灌进去，因为大部分的这种核电厂不是大部分，应该都有冷却的这种办法、这种机制嘛像我们在恒春的也是这样，我们去参观过嘛，有问题上面的水就灌下来，就毁掉了这个核子反应炉，没有办法再从事核子发电，但是核污染不会有。日本政府也无能，东电也蛮憨，就撑到最后一刻，结果就溶解了，然后污水就出来了。所以台湾有很多人非常崇拜日本我讲老实话，当日本的邻居实在不是个好事。台湾也是被日本人侵略的、占领对不对？然后又搞这个东西核污染这样出来，所以对任何国家我觉得都还是要看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是盲目的去倒向另外一边这东北亚情形跟台湾的台海两岸的情形很难疏解下来因为对美国来讲，他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要结合中国大陆周遭的这些国家，要团结起来然后要一起要围堵中国大陆然后美国自己加上经贸上的围堵，也要朋友们配合最重要就是这个军事上，所以日本也好，南韩也好，台湾也好包括印度，这个军备还有菲律宾，都会国防预算都会越变越高，因为最主要目的就对付
中国大陆嘛哈。那中国大陆自己也要检讨他的行为，因为他对台湾那不断的穿越中线，制造大家的紧张也是不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紧张的态势，谁的收获最大？就是美国啊，对不对？你想这些国家买的武器，刚刚蔡英文讲说，我们在金门说我们国防自主，你告诉我怎么自主？当时我们经国号战机不是只有造这么多架，要造更多了，但因为买到 F-16了，也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本来我们也有很好的这个飞弹啊，反舰的飞弹啊，雄风啊，譬如雄2、雄3这些，到这个美国当时不卖给我们，等到我们雄2一出来，我们要买美国鱼叉，他不卖我们，我们雄2飞弹一出来，他就卖给我们。所以我们买鱼叉买到我们的雄风未来要发展的前途都受到限制，所以国防上就很难自主。那对美国来讲，别的不讲了。我至少我就赚不完卖武器给你们的钱嘛。那你说你要国防自主，你怎么自主？对不对？那你蔡英文到现在除了搞出一个教练机出来以外，还是从进口号战机去改建为教练机的。其他你自己以前刚上任的时候所吹牛的，说民进党要造战斗机，你战斗机造在哪里？我当时讲，我给你10年都造不出来，现在马上就8年了。你造得出来，再给你10年你也造不出来，因为对美国依赖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好，来请教介老师。他这个蔡英文就是说，这个国防预算啊，你编是可以啦，你反正有权嘛，反正现在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什么叫制衡机制了，反正你就做皇帝嘛，你现在就是专制嘛，你爱怎么干怎么干，反正媒体也是听你的，这个监察院什么法院。监察院是已经变成这个文子院，然后变成怎么样？歌功颂德院，随他弄啦。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我们怀疑就是说，你编那么多钱，你有没有花到刀口啊？你那个小英男孩林志坚，一个2亿的棒球场给他搞到12亿啊，中间最后那个棒球场里面都是水没有办法积水没办法散啊，就挖里面什么都有啊，废土拿来当棒球场的这个球场中间的用途，这种事都干得出来。这个政权，蔡英文用的这批人，就这种投机倒把的啊！你编那么多预算，我告诉你，军事预算都是机密。他只要打着军事的这个帽子啊，他就不让你审查的。对，你今天小一男孩都可以一手遮天了，你今天拿给蔡英文这批人，给他这么多钱。他再给你搞个机密，最后钱花到哪里谁知道？你到底是想要搞军备，还是想趁机捞钱？以你的记录来讲，我们就是不信任嘛。而且军费本来就是一个无底洞啊。对，你说你要研发到什么程度？你没有错啊，我也赞成你去搞潜舰国造啊。那你告诉我，你潜舰国造出来，你的战力是属于20世纪还是21世纪的舰艇嘛？潜艇嘛？你搞出来一个，你的声音又大，潜的又不够深。战力又不够强啊！这种潜艇拿出来做出来，你到战场，你有战力吗？我可以做啊，你可以做一台车子没有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做一台很棒的车子啊，可你1小时只能跑80公里，人家可以跑120公里，你这个车子到这个武器是要拿到战场上去跟人家怎么样硬碰硬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从长计议的。你比如说，你搞这个潜舰国造，搞了半天下水典礼，或者人家被认为根本就是风壳，下水潜舰不到水里面去，是在路上下水的。对，你听过全世界你听过这种搞法的吗？可是几百亿已经没有了。对，我们不是不在乎，我们不是在乎这个钱，只要钱你花对了，你没有弊端，那庆富案是搞什么？你每次搞潜舰国造都是弊端重重，对不对？你今天你这个潜舰国造都是机密，到处都是机密，搞了半天，这个系统是西班牙，那个系统是法国的，这个工程师啊又有韩国的，又有美国的，我老天啊！你不要说造一艘潜艇可以这样子玩，你造一艘汽车也不能这样玩啊，对不对？你搞联合国啊，联合国光协调就搞得很惨啊，对不对？你知道韩国人家怎么造潜艇？韩国只跟德国合作，然后第一艘在德国，韩国的工程师去学，第2艘就叫韩国造，德国工程师来帮忙，
2艘造出来效果还不好。那我们这艘潜艇到现在不知道在搞什么，时间到了，小鹰快下台了，赶快要下水典礼了，对不对？因为他快下台了，他的承诺啊，将来还要造5艘、8艘的嘞，所以你这点6000亿算什么啊？你拿去做潜艇的话，几下就给你花光了。可是问题你造出来是什么艇嘛？好，这个是良心事业，是要很强的使命感、纪律感的政府才做得出来的事。蔡英文这群人让我们非常怀疑，他所有做的事情到底是为了国防，还是要他们这些绿油有分钱？来问一下李老师。对啊，刚才有提到说美国智库提到说，未来10年可能会爆发对美国而言的2线战争。一个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北韩。对。那第二个就是台海。那我想，其实我们在过去20-30年曾经有一个名词，就是东亚地区的潜在火药库。那除了朝鲜半岛台海之外，可能还有像是印度、巴基斯坦，或是近年大家有时候会提到说东海、台海、南海有所谓的3海联动。但我们应该不会忘记，曾经台海并不是这么的兵凶战危哦，并不是被所有的国际媒体或是智库列为说最有可能爆发的战争哦。但是这几年状况就是如此。第一个对北韩来说美国还是非常在意因为北韩在过去大概20-30年当中，它一直会用比如说核子试爆，或是各式各样的飞弹的试射来做个勒索，或是一些大家说的兵临战争的政策来压迫美国，希望美国能够放弃对它的制裁。但这一招其实并没有很成功我们看到美国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关切的，或是大家比较有感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边，还是台海的局势。那么老实说过去几年当中包括美国的智库，或是我们很熟知的美国的媒体，2年前不是《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说台湾是地表上最危险的地方吗？那还加上说在这3-4年当中美国的官员或是一些国际的智库说2027年是最有可能爆发台海冲突的可能时间点不管从印太司令部的这个司令或是 CIA 的局长或是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军令部长或是说像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都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最近2-3个月，其实拜登总统跟美国的高官，比如说国防部长，他也提到这种说法，就是假设两岸爆发战争，一定是毁灭性，但他也说，并不是不能避免。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说，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就在这块土地之上，如果有事情发生，最大灾害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事在人为啊。那所以基本上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想办法要强化我们的实力了，我觉得还是该做。国防或是核主，但是你不能不去注重说两岸的对话嘛，你只有透过沟通、增进了解，才能够把风险、凶险降到最低。我觉得这几个地方都是有优先次序，也都是该做的。但过去7年当中，很明显，我觉得蔡政府基本上他大概只偏重某一个方面去做，那其他地方他视若无睹。我觉得这是非常失去平衡感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稳健的政策啦。可预测的性的政策，这对美国来说，对我们来说都很关键所以只有台海稳定了，台湾才能安全。那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对台湾来讲，对两岸来说，对美国来说，大家才能够安心，这是符合共同利益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说，明年1月的这个我们的决定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原因就在这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